人者，却为宗师。只接近宗师水准，九品上亦可能是凶手。这天下能杀宫儿的，便只有可能是那4人，不可能有第5个，绝无可能。我遣人查过了，事发时叶流云、苦河寺顾剑都不在京都附近。我没猜错，是宫里的那个杀的宫儿。受何人指使呢？皇上、皇后、太后、长公主、老2太子都有可能。既然太子透了底，或许不是他。长公主不是婉儿的生母吗？那个女的是疯的。既然此事涉及宫廷，太子为何要说出来？相爷，为何说出来？不如我们去问问他。行差踏错，手底下将太子抓了。我听婉儿说了，怎么还没放吗？他说要见老夫，还说要见你。见我？袁先生，绑架太子是什么罪？你守在外面，不会怪罪你们的。殿下，臣不必拘泥，不必解释，我已然知晓了。我派人送给2公子的挽联，林相收到了。你怎么能确认杀人者是大宗师呢？2公子死因的文卷，监察院一共出来2份，送往宫中那份，方才把话说透。这些事为何让我知道呢？我在朝中孤立无援，想和林相结盟。太子微服内海，麾下才俊云集，怎能想到与老朽结盟？自己事自己知，门下追随者众多，却无疑6部重臣，父王、太后都不看好我。如今倒是老2声威欲隆，说不准什么时候，我这个太子的位置啊，就要拱手让人喽。老夫能做些什么呢？林相统领百官，你我联手，才有一线生机啊！林相还在犹豫什么呢？2公子之死必是宫中所为，只有你我联手，才能查明真相，找出真凶，为2公子报仇雪恨呢。
我下令杀人的是当今圣上。我说了，替二公子报仇雪恨。你我之盟不可留有文字，那是自然，你我心中知道便可。怎么还特意将范闲叫来呢？林相日后鼎力支持，必定是他。太子的意思是，北齐之争已攻陷一州之地，前日前线停战，北齐使团已经在赴京的路上了。这与我何干？此战起因是由你追查司礼里而起。这么说来，还是你立了头功。你我虽有争执，但却从未有过不解之仇吧？你有才名，我亦惜才，何不携手？内库终将会转交你手，我不抢便是。今日起，我林相都是你身后壁柱，保你一飞冲天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我都还年轻，待我登基，未必不是一场有始有终的君臣佳话呀。外边休要喧闹，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人来救驾？绝对不可能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太子留步，外面死状惨烈，必是绝顶高手所为。做什么？出去看看。危险！这儿就我一个能打，难不成让太子出去？谢必安，听说你文武双全，下回咱俩换把剑试试。你别怪他。谢必安天生冷脸，对我都没有好话。没想到你来，我也没想到你来。别听屋里那辈的，总是话说的好听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进去看看。地滑，慢点走。小王救驾来迟，太子殿下恕罪。你这是什么章程啊？听闻太子被人劫持，心急如焚，故带谢必安前来营救。不过太子不要担心，这门外的匪徒已经被谢必安杀绝了。
您想也是来救人啊？啊，我路过，门外匪徒可认识？从未见过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谢必安出手没个分寸，伤了自家人呢。我是看你剑不错，多少钱买的？走吧。好，好剑。时时刻刻盯着我呀。殿下为国之储君，又是兄弟，敢不尽心尽力护持殿下安全吗？好一番兄弟情深呐，听得我好生感动啊！臣的本分。不过太子殿下请放心，这京都城内什么事儿都有我替太子瞧着，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，都瞒不过我。哎呦，那我便安心了。不如我送太子殿下回东宫。求之不得啊！老二怎么来得那么快啊？这两位相互咬得紧啊。世伯真要跟太子结盟？说说罢了，两头结缘都不得罪。此时朝局混乱，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你推上去。这回是真心实意，再无猜疑。只是不知道我时间还有多久。可是世伯看上去身体健康，暂时死不了。我是说，在我这个位子上，不知还能站多久。其实做官和做人都一样，犹如屹立山间，越是向前越要谨慎，否则便会万劫不复。自己能推吗？站上去就退不下来了。相爷，都被杀了，没留一个活口。他们的家眷都在城外。不要收拾。说，来了。你心绪不宁。今天发生太多事儿了。燕小乙的神剑，谢必安的杀行，在太平别院遇到了皇帝。林若甫彻底消除了对我的猜疑，还有，老二跟太子之间针锋相对。是哪件事情让你不安？太子在拉拢我。你我虽有争执，但从未有过不解之仇。你有才名，我亦惜才，何不携手呢？这有什么问题？我们过去都认定，林拱在牛栏街设局杀我，背后是太子主使。可是现在，他却说与我没有不可化解之仇。或许以为你不知真相。林拱杀我一事闹得满城风雨。若真是太子主使，他不可能轻易对我放下戒心。或许这是搪塞之言。他特地说要见我，而且我看他神色，是真心拉拢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一直在想，难道背后指使林拱杀我的，不是太子？会是谁？我也想知道会是谁啊。想不出，就日后再想。有的时候我真是羡慕叔的性子。你学不来。我确实学不来。钥匙找到了吗？没有。那就是在宫里，小姐生前留下的东西，好些都在那老太太手里。哪个老太太？太后。确认了所在，那便好办了。唯一的麻烦，宫里那个大宗师洪四祥，他是在皇帝身边的，就守在太后左右。
没有比这更。钥匙。说，宫里不只有大宗师，今天那个燕小乙，他是侍卫大统领，常年在的。都交给你。你这么信得过我？这世上，除你之外，我无人可信。说，你有没有感觉过寂寞？没有。我娘过世之后呢？也没有。没有。等你老了，我陪着你。我大概不会老。那就等我老了，你陪着我。如果那时候你还这么想，好。你说我这辈子有记忆以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，说不准将来最后一眼也是你。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是不老。我们不是该说进宫找钥匙的事吗？是啊，继续吧。现在的问题，你认识太后寝宫吗？不认识啊。那好，找机会进宫，记得摸清路线。哎，这就巧了，明天我正好就要进宫，怎么样？好，记得瞧路。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能让你惊讶的吗？没有。行，你厉害，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敬佩之情了。说，你有没有觉得京都气候特别干燥？多亏我心灵手巧，自制了加湿器一台，机械结构、水力驱动全啊！谁呀？你怎么来了？若若给我留的门。这是什么？京都天干物燥，不比儋州，所以我自制了加湿器。加湿器？你找我是有事吗？今晚的星空很美，我想请你和我一起看星星。我从小在宫里生活，父亲与母亲不便探望。每到晚上，我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特别喜欢看星空，因为除了星空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还有我这病，这肺痨，时好时坏，我觉得我随时可能会死。白日里，我笑着跟人家说话，其实心里害怕极了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死的。我不敢与人亲近，因为我害怕突然有一天因病离世，人家会伤心难过。可事实上，也没有人愿意与我亲近。
毕竟是私生女的身份。我也是私生子啊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见过那么多的事情，我却只能被封锁在宫里。我曾听说，人这一生就像是在路上前行，不断的与人遇见，在分道扬镳。我羡慕极了。我这一路只有我一个人，从来都没有遇见过其他人。我只能独自一个人，一点一点地向前走。我本以为我会一个人走到死，可是没有想到你出现了。发现有人陪着的感觉真好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可是我好害怕，害怕有一天你会离开，我又变成了一个人。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了。对不起，今日出游，我骗了你，我没有把我父亲要试探你的事情告诉你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道歉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，所以我就只能偷偷跑出来，坐在这儿，陪你一起看星空。你看，今晚的星空是不是特别美？是很美。在我心里，这是最美好、最珍贵的东西了。除了这个，我不知道还能给你什么。你把整片星空都给我了，除了这个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。我也是，从今以后再也不骗你。你看，没有你好看。茫茫人海，就像是这夜空中的繁星。这几日，我总是在想你给我说过100只樱花的故事，为少男少女的爱情感到惋惜。直到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故事了。因为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彼此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你不想让我们错过。我们一定不会错过。不如走之前让我抱一下。
也愿意去。不去，我不喜欢这种场合。一会儿进宫之后，帮我记住各殿之间的路线，细节帮我瞧着些。好，我可能要闯一次宫，那我记仔细点。你不害怕？哥要做什么我都帮你。你跟着做甚？进得宫去，你帮我找娘娘求个字儿呗。求什么字儿？咱们淡泊书局不是就要开张了吗？要是能有皇室的题字，那咱就是皇家淡泊书局。到那时节，那必然是门庭若市啊！都皇家了，还淡什么泊啊？可以不要淡泊，咱们开书局本来就为赚银子嘛。要依着我说，应该叫大秘书局。记着啊，求字儿，别忘了，哥。许久不见，夫人风采照人呐。公公还是那么会说话。不知今儿哪几位想见我们贤儿？几位看着郡主长大的，都想瞧一瞧范大公子，还有太后那边也要看一眼，不过要等午膳后了。先去哪儿？夫人来了，自然先去宜贵嫔处啊。那皇后呢？许久不见，夫人风采照人呐。公公还是那么会说话。不知今儿哪几位想见我们贤儿？几位看着郡主长大的，都想瞧一瞧范大公子，还有太后那边也要看一眼，不过要等午膳后了。先去哪儿？夫人来了，自然先去宜贵嫔处啊。那皇后呢？皇后今日身子不适，就先不见了。这边请。我知道你去过御书房，但这儿才是真正的后宫，别四处探看，说不好就有人参你一个堕慢失仪。哎，姨娘跟宜贵嫔认识啊？宜贵嫔是我堂妹，皇室素来对我柳家恩重。那姨娘还嫁给我爹，图什么呀？老娘乐意。我懂，真爱啊！待会儿见面别太傲气。我懂，要给姨娘面子。宜贵嫔是三皇子的生母，不可轻视。三皇子不是太子吗？我朝惯例，太子独立位于皇子顺位之外。宜贵嫔的子嗣啊，虽然年幼，却也算是三皇子。哦，那这个意思是，太子没资格有亲人，更不方便有兄弟。这话你也敢说？哎，姨娘跟宜贵嫔多久没见了？4年了。这么久？进了宫，亲情就断了大半。宜贵嫔生性凉薄，柳家根底深厚，再时常入宫，有内外勾结的嫌疑。这么说，这宫墙倒成了她的囚笼。谁说不是呢？你们呀，可真忍心，把我扔在宫里就再也不管了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毕竟柳家是外戚，要学会避嫌呀。你都是范家的人了，何必顾虑这些呢？今儿不是来了吗？要不是你们家范大少爷要去婉儿啊，我们姐妹还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呢。你就是范闲。侄儿范闲拜见柳姨。范公子，叫娘娘，不能失仪。果然是个好孩子。
现在要去舒贵妃处，舒贵妃是二皇子的生母。二皇子为人颇为有趣，不知他娘是怎样的人物啊？这几位里，舒贵妃是最为严苛的，但也是我最放心的。放心？哥见他绝对过关。为何？因为哥是才子啊！哼。哎，小姐，范公子呢？在那儿呢。哎呀，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叫舒贵妃了。什么？没什么啊。范公子，赶快坐下吧，舒贵妃马上就到了。拜见舒贵妃，范闲到了。哦。坐吧。把这本书放到左边第2个书架的第2层。你那首诗不错啊。万里悲秋，常作客。贵妃娘娘谬赞了。你开书局了？是。有孤本吗？都是些小说、话本，古书倒是没有。听说《红楼》是你写的？其实是一位曹先生写的，我只是偶然见过，抄写下来。哪位曹先生？古来杂文我素有收录，怎么未曾见过？书写的倒是极好。多谢贵妃娘娘谬赞。近日里读些什么书？你出书，我弄铺面，4-6分账，我4你6，你看怎么样？账本。商贾之道，终究事于粗鄙。贵妃娘娘教训的是。我儿子又在宫中长大，我们都把她当女儿看，所以要见你一面。承泽也一直夸你。承泽又是哪位？是二殿下啊。我这儿子心气高，他能夸人，难得。我跟殿下也算是一见如故啊。你大约是被他骗了。他心思深，从不与人一见如故。他的事情我不多说，相处久了，你自然会明白。有件事情你大概不知道。我爱读书。知道，我已然知道了。你是晚辈，来一趟，我应该送你一些礼物。俗我素来不喜，就送你几本古籍孤本吧。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其实我……然而你想要的，我也未必舍得送你。还是由我挑选几本送你吧。都行。你也不方便提着，我差人送到仪柜品那里，走时带上，如何？娘娘说的是。你还有事吗？那下臣先告退了。哎，这边。这边。
真没想到这性子跟二殿下差这么多。舒贵妃淡雅得很，平日不爱说话。哥哥有才子之名，她才愿意多看你一眼。实在是难跟上这话题转变。接下来是宁才人，大皇子的生母。哎，这大皇子在边塞领军，手握兵权，他要争太子之位，岂不是占尽上风？公公没事儿，你不说没人知道。大皇子不会争，也争不了。为何？宁才人是东夷人，当年陛下北伐掳回来的。当时陛下在战场受了伤，宁才人日夜照料，这才脱了奴籍。后来入了宫，生了大皇子。所以这大皇子有一半他国血脉，因此不可能继承皇位。宁才人也因此不被太后所喜，本来已是妃位，多年前不知出了什么变故，被夺了尊位，降为才人。嘿，老太太心眼还挺小。哎呦，我说范大公子啊，老奴这条命还未活够啊！公公放心，我又不会当着太后的面这么说。我说范大爷，您还想当着面啊？平时就要慎言。那么多老太太，谁知道我说的是太后啊？嘿。把小乙叫来。是，让他带着弓箭。都记住了吗？从入门到太后寝宫，都记住了。回去画张图。范公子，要不你就在这儿跪吧。太后，范公子跪。我陪我哥。我跪在这儿，他瞧得着我吗？这是慎言，洪公公。4个宗师都是谁啊？我们庆国占了2位，流云散手叶流云，这还有一位神秘未知，据说是隐藏在京都的皇宫里，也有人猜测啊，她是皇宫里边的一个老太监。太后说了，你不该为了年岁大而跪。你跪这儿，是因为君臣的本分。太后还说，下次见陛下，也要去席。他在那里边能听见我，是你听见的？后宫里说话行事，最好小心些。也不是谁都有您这样的好耳力。太后要我告诉你，好好对婉儿。若让他伤心了，只怕你要拿命来换。也请洪公公转告太后，他刚才那些话只会适得其反，反而让人更不敢接近婉儿。怕了？我对婉儿好是发自自己的真心，我护着她，不是因为太后说了什么。只盼你记住自个儿说的，送他出宫吧。洪公公，您是4大宗师之一吗？小一辈里，还算聪慧的。远远的见过了，不喜欢。为何？说不清楚。这孩子，
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太后不该见过他才对啊。是啊，也许是，没有眼缘吧。随他去吧。今天总算没出什么岔子啊！哎呀，范公子，今天这一件，您和郡主的婚事就真没有什么阻碍了。老奴就先道一声喜，讨个口彩。你这，老奴是真心道喜，晚辈也是真心感激。那老奴只能却而不恭了。长公主要见范闲。哎，事先并未提及呀。之前不想见，现在要见。既是为了婉儿而来，殿下自然是要见的。烦请带路吧。殿下要见的只你一人，他们两个自到宜贵嫔处候着。哥，毕竟她是婉儿的生母，可有不妥？长公主在宫里素来以柔弱示人，只是什么？只是相处久了，总觉着她的外表下藏着些什么。此话何解？就好像心底里有另外一个她，一直在压抑着，在无声地嘶吼着，虽听不见，却让人心慌。与她站在一处，总觉着心里有一只猛兽随时会脱笼而出。我去找哥回来。哎，等等，那也太过于失礼了。或许都是我瞎想的，不必惊慌。你放心，宫廷里怎么会有事儿呢？殿下在里边等你，公子请。臣倒是要向殿下道谢。谢我？谢我杀你吗？谢殿下为我解惑呀。到今天，总算知道要杀我的是谁了。不客气。多问一句，儋州那次刺杀也是我，是为了担心内库大权旁落？开始是。后来呢？后来觉着你这个孩子有意思，有意思的人，杀着才有趣，不是？殿下好眼光，我也觉着自个儿有意思。刚刚就没想着动手。想了，怎么又收了？臣想跟殿下打个赌。说。刚刚我要是动手了，今日此时便是小臣丧命之时。你这么聪明，我越发觉得你有趣了。那您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，臣先回去了。如果刚刚没有人埋伏，你会杀我吗？别急啊，来日方长嘛。这个问题，殿下早晚会知道答案。我等着。我走了。有意思。又见面了，燕统领。
还会再见面吗？卓先生来了！北齐使团已经入京了，庄墨涵也在其中。京都内不少读书人都赶去城门迎接了。天下士子皆尊庄墨涵为师，他此次来，怕是想影响谈判的利弊吧？怎么谈陛下定，读书人起不了作用的。还有事啊？院长，这几日院内暗潮四起，属下收到风声，有不少人渴望破坏这次谈判，想重启战事，一举平定北齐。院长明鉴。京都事宜，你一处担当，看紧点吧。若暗中谋划者是院内同僚呢？此乃国事，为情愿。北齐使团到了，若鸿胪寺真的要和他们和谈，一统天下，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。不必慌张，使团若是死在京都，自然谈不下去。死了使团可以再派，现在北齐一败再败，怎么也不敢再挑起战事了。若天下文宗庄墨涵也死在京都呢？若庄墨涵被杀，则战事不可避免，陛下也将继续用兵一举攻克北齐。到时候，公子也可以从北齐国都回归，不必再身陷险境了。我做这些，不是为了救我的儿子，而是为了我庆国千秋万代的大业，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见到天下归一。严大人真是深明大义啊！长公主承认了。现在想想也都连起来了。李云瑞既不希望我进京迎娶婉儿，更不希望内库落到我的手里，所以才假传监察院密令，要让我死在儋州。可是你没死，所以牛栏街他又试了一遍。现在他再要杀我，可不仅仅是为了利益了。那是为了什么？林相有一句话说的真切，长公主不是婉儿的生母吗？那个女的是疯的。正常人根本不会把真相告诉我，更不会用自己的性命诱我动手。这个女人确实是疯了。疯了？一个疯子不是更好对付吗？她不一样，越疯越危险。要不要告诉陛下？没用的，没有证据。就算他亲口承认，却没有其他人证。那怎么办？要斗长公主，急不得，还是先把眼下事情做好。后宫的路线你还记得吧？记着。画下来。范闲少爷，老爷叫您去书房。你先画，我去看看什么事儿。嗯。